她是全世界最疯狂的女人，丈夫还在外面寻花问柳，她却在厕所里独自生娃。在没有别人的帮忙下，她亲自摇断自己的脐带。不仅如此，她还有点恋尸癖，用40年的时间守候一具男尸。她的名字是疯狂的代名词，但在疯狂背后却是震惊世人的激情与深爱。她叫胡安娜，是西班牙最荣耀的斐迪南二世与伊丽莎白一世的爱情结晶，至高无上的公主。从小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长大，直到公元1496年，17岁的胡安娜成了政治联姻的工具。送亲的队伍排了几百米，胡安娜从未见过即将迎娶她的夫君，亦不知他的人品。她只知道那个人名叫菲利，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子。她不知道和菲利王子是否能相爱。母亲安慰她，联姻是公主的使命，你需要在众人问起来的时候说你是因为爱他才选择嫁给他的。她教会了胡安娜，想要得到幸福就要勇敢去爱，却忘记了教胡安娜应该怎样去爱。或许她以为胡安娜能够自行领悟，因为胡安娜是全欧洲聪慧勤奋的女人。她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精通6种语言，还是一位技艺精湛的舞蹈家和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一行人奔波了几天几夜，终于来到这个陌生国度。对于爱情和婚姻，胡安娜是懵懂而又期待的，但菲利王子并没有前来迎接。他是欧洲王室公认的美男子，也是一个风流浪子，年纪轻轻便阅女无数，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高贵的低贱的，各种履历，各种情怀，他都见识过，因此并没有把胡安娜放在眼里。之后的1个多月，胡安娜的送亲队伍辗转多个城市，追逐着菲利的脚步，一路奔波劳累，终于在布鲁塞尔，胡安娜追上了他。菲利王子英俊潇洒，胡安娜一眼就被他那秘制帅气迷住了双眼。菲利也是超乎他想象的奔放，一把搂过来胡安娜，先来一个爱的拥吻，又当着众多护卫婢女的面，一把将其打横抱起，走进卧室，如此失礼。随从们虽然十分惊讶，却无人敢提出异议。一连7日，菲利身体力行地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的喜欢。这一年，菲利18岁，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占有欲，让胡安娜以为菲利爱他，只要胡安娜愿意，他们就可以做一对幸福的政治联姻夫妻。本就一见钟情的胡安娜无法自拔地爱上了他，一次次在床围间浮沉，欢爱到眩晕之际，他以为这就是幸福。这个正值青春的少女，也许真的怀着中世纪宫廷公主的浪漫情怀，幻想着她的这位英俊的王子能给她带来童话里那样幸福的生活。但是现实是残酷的，菲利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之所以娶胡安娜，根本就不是因为所谓纯粹的爱情，而是娶的胡安娜背后整个卡斯提利亚的势力。他们的婚姻也仅仅是奥地利与西班牙结盟，用来对抗法国的计划而已。这些胡安娜的父母知道，夫君知道，欧洲王室的人都知道，唯有胡安娜天真的以为是嫁给爱情。她爱丈夫爱到发狂。刚婚后的胡安娜非常幸福，她就像一个沐浴在爱情中的少妇，将自己全部的感情奉献在她迷人的丈夫身上。菲利喜欢骑马，她就心甘情愿地去牵马绳。菲利喜欢玩一种叫佩罗达的球类，她就连身体不方便都要陪着丈夫玩球。没过多久就生下一个女孩，菲利守在门外，开心地给小公主命名。开门的那一刻，胡安娜笑着张开了双臂，她对他是那样的依赖。诞生于激情的爱意是热烈的，可激情会渐渐消退，爱却会逐渐积累。胡安娜更加频繁的索爱，但菲利却学会了推脱。在胡安娜再次怀上孩子之后，孤独难耐的菲利很快将热情转移到了别的女人的身上，夜夜笙歌。胡安娜慢慢体会到了激情褪去的失落，她就像所有傻女人一样，幻想着用孩子拖住丈夫。古往今来的事实都证明，这是一种很蠢的想法。菲利只能慢慢地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别的女人身上。胡安娜对此感到非常的崩溃，她怎么可以忍受自己挚爱的丈夫对其他女人献殷勤呢？一想到爱人的吻落在其他女人的脸上，胡安娜简直要癫狂。她像一个变态的泼妇一样追查丈夫的行踪，但是结果总是让她更加悲痛。就在这样的痛苦当中，胡安娜一生给菲利生了6个子女，这些孩子长大后全都成为了皇帝或王后。连仆人们都私下里嘲笑她是一头疯狂下载的母牛，甚至有一次跑到厕所里生孩子，没有呻吟和哀嚎，生产结束还亲自咬断婴儿的脐带。而每一次生完孩子的月子期间，菲利都会将浪荡提升一个幅度，这使得胡安娜在生育后患上了严重的产后抑郁。她疯狂地想念着并不在身边的爱人，整夜念叨着他的名字。失去理性的胡安娜不仅没有因为这份疯狂的执念获得丈夫的同情和回心转意，反而更加激起了菲利的厌恶。为了拴住丈夫的心，胡安娜每天都要打扮好几个小时。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菲利重新爱上自己。绝望的妻子拿出自己高贵的身份来
还威胁丈夫，说如果他不改正的话，就会派兵攻打他。然而胡安娜的威胁毫无用处，就连西班牙人都开始认定这个公主是疯了，容不得丈夫花心这种事情被人们认作是妒妇的表现。胡安娜已不再是那个懵懂天真的少女。1504年11月24日，胡安娜似乎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胡安娜母亲伊莎贝拉女王去世了，承袭王位的几个继承人也先后被病魔夺去生命，胡安娜成为了唯一的合法继承人。命运将胡安娜推上了西班牙国王的宝座。胡安娜先是宣布全宫廷哀悼，又转头想要寻求丈夫的支持，可腓力早已经不知所踪。第六感告诉她，事情并不简单。她不顾侍卫的阻拦，冲上宫殿，打开大门，丈夫竟然在和别的女人欢乐。胡安娜几乎崩溃，她不敢相信自己如此深爱的丈夫竟然会背叛自己。疯狂的占有欲和强烈的嫉妒让胡安娜愤怒不已，她对着腓力疯狂辱骂，腓力却不冷不淡，还说胡安娜是个疯子。胡安娜再也受不了丈夫的背叛和漠视，她蹲下身，敏锐地捕捉床单上的气味，又把侍女们一个个叫到跟前，细嗅她们身上的气味，找到一个可疑人士，胡安娜就拿起剪刀，手起刀落地把侍女的头发剪去，然后等候腓力的兴师问罪。只有用这种方式，腓力才愿意见她。因为爱她，拿起餐刀抵住她的脖子，又因为爱她，躺在地上掀起了裙子，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只要能够留住腓力，她甚至愿意将国王相让。母亲的离世和丈夫的背叛双重打击之下，她变得既敏感又脆弱，几乎到了疯魔的状态。她厌恶一切阻隔在她和腓力之间的任何人和事，甚至是空气。时隔多年，胡安娜带着腓力一起回到西班牙，准备接受女王的加冕。人民对胡安娜的支持度很高，腓力假装出一份恩爱两不疑的样子。然而胡安娜这无价的身份当然不是腓力一个人眼热的，还有一个人也看准了这个时机，就是胡安娜的父亲斐迪南。父亲为了夺得宝座，故意放出消息，胡安娜的祖母和母亲都曾患有精神病，而胡安娜现如今的状态就是精神病早期。即使是到了西班牙，腓力依旧没有改变生性风流的坏毛病，没过多久又看上了一个舞女。但自从上次的经验，胡安娜的监视更加紧密，让腓力不敢再出手。一旁的大臣看出了腓力的欲望和无奈，在他牵线搭桥下，腓力最终还是和舞女见了面。西班牙女王的生活有多么糜烂。回到西班牙以后，腓力又出轨一个新的舞女，她经常借着打猎的名义出去偷吃，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胡安娜只觉得不安，每天站在城墙上眺望，等待丈夫归来。内心深处安全感的缺失，让她既敏感又脆弱。上一秒还在因为猜忌发脾气，下一秒看到丈夫又喜笑颜开。这样沉重的爱让腓力感到窒息，她说出自己的感受，却被胡安娜狠狠扇了几个耳光。腓力毫不留情地反扇回去，周围的吃瓜群众看着女王和国王打架，以为接下来会有一场大战，但下一秒胡安娜又紧紧扑进了腓力的怀里。她实在是太爱丈夫了，为了让腓力永远忠诚于自己，她甚至不惜使用巫术，就连侍女也要亲自挑选，全部换成丑女和贵族之女，不允许她们化妆打扮自己。胡安娜为了维持自己的婚姻，付出了巨大心力，她全身心投入在眼前这个男人身上，可腓力却早已经心处异端，打起了胡安娜女王宝座的主意。为了骗取人们的爱戴和胡安娜的信任，她小心谨慎，还要在胡安娜面前装出一副很爱她的样子。胡安娜被蒙在鼓里，又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在此期间，胡安娜再次怀孕，在她身怀6甲的时候，也依然渴望丈夫的宠爱。胡安娜的行为和表现让腓力越来越相信传言，他觉得胡安娜已经快要疯了。严密的监视和控制欲让腓力对胡安娜更加厌恶，想要离婚，为此还专门找到老丈人喝酒。胡安娜的父亲一心盯着王位，巴不得胡安娜和腓力赶紧离婚，就连腓力身边的舞女也是他安排进去的奸细。可怜的胡安娜没有依靠，不管是丈夫还是父亲都在欺骗和背叛她。腓力一心想要夺得王位，以此摆脱胡安娜这个疯女人的控制。他已经被舞女迷得神魂颠倒，隔三差五就在小黑屋里欢愉，也无法满足腓力的冲动。于是他把舞女带入宫中，作为身边的侍女。为了得到国王的宝座，舞女在国王的指示下故意刺激胡安娜，让她得知腓力的背叛。腓力的阴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他向众大臣提出胡安娜已经精神失常，需要由自己代理国事的需求。可大臣们根本不买账，他们觉得胡安娜才是天选的君主，只有胡安娜才能服众。腓力这样做就是在抢夺政权。大臣们找到胡安娜，想要求得一个真相，可胡安娜此时正在因腓力的背叛而伤心欲绝，将政治智慧用于和腓力的情爱博弈。这是一个为爱疯狂的女人，可身边每一个至亲都在背叛她，父亲陷害，丈
丈夫背叛。面对岌岌可危的王位，胡安娜却完全没有心思应对。大臣们找上门，希望能够让胡安娜重回宝座，可胡安娜只想着尽快把丈夫身边的情人找出来。终于截获了一封信，是舞女写给腓力的。她将王宫中所有的侍女都叫过来，通过对比笔记找到了舞女，正是那个教胡安娜嫉妒咒语的侍女。胡安娜愤怒和嫉妒达到了峰值，举起长剑，歇斯底里的就要向舞女刺去。那癫狂的样子被大臣们看在眼里，他们终于相信胡安娜已经疯了，没有办法治理国家。眼看着腓力就要得逞，腓力的父亲也蓄势待发，只有几个老臣依然不死心。他们在胡安娜面前苦苦哀求，请求她尽快振作起来。胡安娜完全无心于此，对于外界的谣言也是满不在乎。她只想要丈夫能够回心转意，重新爱上自己。你的野心权倾天下，我情痴唯你一人。老臣们束手无策。这时候，一个骑士走了进来。他和胡安娜从小一起长大，暗恋胡安娜多年，却碍于身份地位的悬殊，只能将这份爱意藏于心中。他以臣民的名义找到颓废的胡安娜，把一切的真相告诉她。他说，腓力的目的就是国王的宝座，一旦得到权力，腓力就会不择手段地和胡安娜离婚。一听到心爱的丈夫会抛弃自己，胡安娜顿时萧条全无，她的眼中重新燃起战火。在政权交付的最后一刻，胡安娜身披战甲出现，此时的她没有了一点颓废的痕迹，重新变得霸气而又镇静。她一个个拆穿小人们的阴谋，赢得民众们的大力支持，重新夺得王位。然而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正当胡安娜依然梦寐以求丈夫回心转意的时候，腓力的身体越来越差，渐渐的已经连一根笔都拿不起了。胡安娜得到丈夫病重的消息，第一时间赶到病床前，她依然深深地爱着这个男人，哪怕他曾经背叛和伤害自己。腓力患上的是寻花问柳病，身上长满可怕的疮口，胡安娜却丝毫不嫌弃。她为他解开衣服，亲吻他的疥疮和脸颊。腓力的身体每况愈下，医生们却束手无策。胡安娜在房间里焦急踱步，向上帝许愿自己愿意以命换命，会用自己的王位换取腓力的康复。为了让腓力更舒心一点，胡安娜甚至请回舞女，试图用别人的爱把腓力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只要缓解腓力一点痛苦，胡安娜什么都能答应，因为她觉得爱无所不能。可墙倒众人推，美女佳人、乱臣贼子纷纷离她而去，只有胡安娜寸步不离地守着她。虽然当时身怀6甲，但是依然一切亲力亲为。无论她变得多么可怕，胡安娜都愿意深深地吻上去。腓力终于明白了胡安娜的心意，只是这份醒悟的爱太晚了，他做了太多伤害胡安娜的事。在临终前，腓力后悔不已，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得到胡安娜的原谅。腓力最终还是一命呜呼，胡安娜完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崩溃的女王拒绝在丈夫的死亡证书上签字，夜晚守灵也不允许女性靠近。后来终于在众人的劝说之下，胡安娜同意为丈夫下葬。一路上这个女人精神恍惚，一会儿觉得丈夫还活着，一会儿自愈一阵。抬棺材的队伍在途中想要在修道院休息一下的时候，因为那个修道院是个女修道院，胡安娜最敏感的神经又被触动了。她疯了一般大喊着命令人们离开那座修道院。在她可怜的心里，任何雌性的存在都是要跟她抢夺心爱的丈夫。胡安娜这种反常的行为让人们都确信女王疯了，确实如此吧。那个时候的胡安娜精神状态一定是出了问题，起码也是产后抑郁症。她的精神，她的记忆已经是无法拼接的碎片，塞满了绝望和心痛。不久之后，她又为腓力生下了姨父的幼女。产后的痛楚让胡安娜疯病再次达到巅峰，她命令人们将她的死鬼丈夫从安葬的米拉弗洛雷斯修道院拖出来。冬夜的寒风好似尖锐的银刀，划过脸颊是沁骨的疼。可是他好像毫不在意这酷刑般的寒意，望着已经开始有些溃烂的尸体，胡安娜痴痴地笑了。那年胡安娜28岁，她命人将腓力做成木乃伊停放在修道院中。胡安娜每天都会去看望丈夫，闻遍他的全身。这让人毛骨悚然的行为明明就是十足的疯子啊，可他却无比的满足。如今再也没有其他女人来和他争抢，没有人在乎这个已经发了疯的女王。他的父亲斐迪南二世如愿以偿，女婿死了，女儿疯了，整个西班牙都是他一个人的了。至于这个已经没有用的痴女儿，很快就被扔到托尔德西利亚斯一个城堡中自生自灭。直到1516年斐迪南去世，胡安娜的儿子，那个权倾天下的查理五世及卡洛斯，又顺势继承了母亲的王位。然而可怜的女王完全就是政治漩涡中的牺牲品，她刚刚从老爸的手中脱离，很快又被争权的儿子扔进另一个深坑。不过其实对她来说也无所谓，世人都争的属于她的王冠，对于她来说一文不
值。她靠着对那个渣男丈夫的思念继续活着，余生漫长的几十年，甚至都被至亲关押在没有窗户的暗室里。最悲剧的也还并不是这个，而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她爱惨了的丈夫滥情无数，唯独不曾对她动过情。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黄安娜的爱是偏执的、固执的，也是无私的。或许每一个人都会遇上让我们奋不顾身的人，但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爱自己。只有学会爱自己，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爱情。